看地图玩嘉义，我将用地图的方式告诉你们嘉义有哪些景点及他们的情况如何。我们先讲嘉义的交通枢纽，嘉义高铁站。故宫南院就在它的旁边，有免费的接驳车接送游客往返高铁和故宫。南院里面设计的蛮漂亮的，之前的崔玉白差来南院特展时我有去过，虽然展品的确很多，但我还是更喜欢台北的故宫，因为如果南院和故宫做比较，故宫逛起来更像是博物馆，而南院像是各种特展组成的展览馆，没有在逛博物馆的感觉，我个人就没有这么的喜欢。它旁边也有一个可以吃冰的糖厂，这个糖厂最特别的是它假日提供南院到高铁的接驳火车，只是班次很少，赶时间的要自己注意一下。而且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优惠活动，基本上都会有火车票和南院门票的打折优惠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博物馆联盟会员，或者是留有这些博物馆的参观票根，也能够享有8折的购票优惠。另外，现挖冰淇淋的红豆在开园的2小时内是还没有煮好的，想吃这款冰的不要太早到了。再上去一点是用酒杂货店，这里就是一间很普通的杂货店，而且面积很小，我甚至觉得这里应该不算是一个景点，除非你是它的影迷，不然的话这里不值得你专程的前往。如果你逛完糖厂和南院太晚的话，也可以去彩虹夜市和朴子夜市吃晚餐，但彩虹夜市比较小，所以选择也比较少。嘉义的海边有一个东石渔港，这里相比于其他的渔港算是规划得很好，整个园区步道都很干净。我最喜欢坐在它的海堤旁边吹风看海景，这里的海风真的很凉很舒适，傍晚的时候也很适合来这里看夕阳。那东石的另一个景点就是从这里搭船至外伞顶洲沙滩参观，不过来回家停留的时间差不多要3个小时，比较适合时间充裕的游客。这里再下去一点，有个完美景点高跟鞋教堂和布袋渔港，但我没有去过。那这些就是属于嘉义西部的景点，但是因为他们都离嘉义市区比较远，除了南院和糖厂之外，其他的景点并不是第一次来嘉义就必须要去的。嘉义旅游的精华在于嘉义的市区和旁边的阿里山景区。那么要从嘉义高铁到嘉义车站也是有接驳车接送的。到达嘉义车站后要切记从前站出去，因为大部分的景点都在这边，从后站出去也还是要绕回来前站这里，会很麻烦的。火车站前面就是嘉义美术馆，门票一张是50元，但展区外的餐厅、咖啡厅、书局和艺品店是免费参观的。嘉义市区有3间百货公司，分别是奈斯百货、秀泰和星光百货。星光比较大，有11层，奈斯有8层，而秀泰最小只有3层。嘉义有2个夜市，但首选去文化路的夜市。那里聚集了很多小吃摊贩，豆花、鸡肉饭、砂锅鱼头，这里都有。那家乐福夜市已经非常没落了，基本上都没什么营业的商家，就连周末都没有什么去逛街的人潮，千万别白跑一趟。家乐福夜市再往下走就是北回归线公园，这里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，我记得就是一个地标让你拍照打卡，但最近新盖了一个太空馆，网上是说馆内很小，所以应该也不用特别来这里参观。文化路夜市上面则是快意生活村，算是一个由各种特色店家聚集的小市集。旁边就是嘉义旧监狱，能够免费入园参观之前的监狱设施和生活。除了休馆日之外，每天都会有定时的导览，不过要特别注意，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，他们都会闭园休息。太靠近中午前往会逛得很赶，要注意一下时间。在旁边一点有一个 Kano 园区，里面有滑草区和溜滑梯，适合带小朋友去。旁边的嘉义公园里则有一间孔庙可以逛逛。再更远一点有一个蓝潭水库，那水库的旁边有一个环形步道可以看风景。这个步道很好走，不会太难爬。步道的旁边有一个嘉大昆虫馆，展品主要是以昆虫的标本为主，它还有一个温室的蝴蝶园。不过能看到蝴蝶的难易度也会因为季节、天气和时间而有所增减。
晚上的时候，蓝潭水库的音乐喷泉会有8场水舞秀组成的表演，不过夏令和冬令的表演时间会不一样，要注意一下。如果你刚好是礼拜3和礼拜5来到这里，也可以去弥陀夜市吃晚餐。那么以上在嘉义市内的景点，大部分都能够搭乘台湾好行抵达，非常的方便。嘉义市的上面民雄那边有非常有名的民雄鬼屋，但是它就是一栋被荒废的古楼，被大家以讹传讹，才变成了现在的民雄鬼屋，而且旁边还开了咖啡厅，会和我们所想象的鬼屋有差距。再加上这里交通不太方便，真的不推荐前往。但如果你因此已经搭到了民雄车站，车站前面的大士爷庙附近有蛮多吃的可以做选择，可以在这里吃个午餐。还有一个广播博物馆，但它小小间的，而且展示的都是一些以前使用的广播工具，真的很有兴趣的再过去参观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来讲山区有哪些景点。首先是太平云梯，你可以从大林车站搭乘台湾好行前往，它旁边有一个太平老街可以让你走走逛逛。再往后的竹竿步道那附近还有一些其他景点，但那就是从嘉义车站出发的另一条台湾好行。如果你是背包客的话，就自己选一条喜欢的路线前往。然后是我们的重头戏阿里山景区，因为这个景点比较复杂，我会把相关的连结和地图放在资讯栏和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对着看，没看懂的要多重复看几遍。首先，去阿里山的主要方法有搭乘台湾好行、阿里山小火车和自行前往这3种。那我们先讲怎么搭客运前往。嘉义的高铁站和车站都有台湾好行可以直达到阿里山。高铁站是 A 线，台铁是 B 线，单程一趟的车费大约是200到300元。虽然这里也可以网络订票和刷卡上车，但这条路线是非常的热门。如果遇到节假日人潮很多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有位置可以坐的时候，你只能选择等待下一班车或者是站着。但是大家要好好的做决定，因为如果你一站就是要站3个小时，而且全程都是山路，所以为了节省这些不必要的时间，建议先去全家买票，因为在全家买的票是可以先划位的。有2种的购票方式，第一种是直接进去全家超商找订票的机台，点选择票券和交通之后，点台湾好行并划位，接着选择您要的路线并按确认，再选您要的日期和车次，最后选择您要几张车票并列印出明细，拿着明细到柜台缴费就可以得到车票了。这是实体的购票方法。如果你想要使用网络订票的话，要去全家的 ITK 网站购买，但这个网站你必须先注册一个会员账号才能够订票。注册好账号后，点交通，选择阿里山路线，接着点进你要的路线并点选我要购买，再选择你想要的日期和车次，就会来到最重要的车票张数以及选座位。最后选择取票方式，并用信用卡结完账后，就可以去全家领票了。那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买，都会多加收10元的手续费。接着我们就可以跟着上面这张图去全家把车票领出来了。虽然说这个过程有点麻烦，但是到了阿里山之后，如果游客很多，你会很感谢自己有先买好画好座位的车票，而不用在现场排队等位置了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阿里山的山区是没有全家便利商店的，上山前务必要先去全家超商把车票都给提取完毕，这大概就是一个完整的搭客运流程。不过台湾好行给的时间大概只有起点站的时间是准的，其他站点可能会因为山路堵车、路线管制或者是否有去分起伏而有所差异。尤其是像樱花季这种重大节日，虽然会加开班车，但还是要做好晚到半小时到1小时的心理准备。在去程的时候是会在石斫加油站休息上厕所的，但是会依照当天的车况而定，所以有这部分需求的乘客在上车之前就要先告知驾驶一定要停车。最后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想要去奋起湖，不然多绕过去会多浪费掉至少半小时的时间。OK， 客运讲完了。那么如果我是想要搭乘阿里山小火车进入阿里山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阿里山火车是分为主线和支线2种。
主线是从嘉义车站或是北门车站上车后，可以直达到阿里山园区的长途火车，终点就是阿里山火车站。而支线火车则是阿里山园区内的观光火车，是以阿里山火车站为起点，往返各个阿里山主要车站的路线。所以他们两个的票是分开买的，主线是依照车种单趟定价大概就是500-600块，支线则大约是100到150左右。到达阿里山之后是要收门票钱的，台湾人都是收200块。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，则可以购买150元的优待票。但这上面的前提是，你要能先抢到主线的火车票，因为每天从嘉义到阿里山的直达车只有早上10点这一班车，并且加上官网只开放预定14天内的车次，会导致车票超级难订。网络上说阿里山火车票很难订的，就是在指这条主线，而不是支线。如果说你是买从北门车站上车去到阿里山，或者是早上6点一开放就去抢票的话，可能会增加一些买到主线车票的几率，其他的就只能交给运气。火车里面呢是有厕所和冷气的，而支线虽然说每天也有限制人数，但因为它比较像是接驳性质，大约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3-4点，每半小时就会有一班车，这个车也是小火车。所以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要能上山并且乘坐到小火车，我的建议就是直接搭乘台湾好行上去后，再转搭火车支线去玩就可以了，也会比较的便宜。而且园区内还有接驳车，不用太担心园内的交通问题。唯一要注意的是客运回程下山的时间。最后我们来讲自行骑车或开车前往的旅客，如果你们想要夜冲看日出，一定不能抓刚好时间抵达阿里山，因为到达阿里山后是不能再往上开上去的，你要将车停在停车场后，再走路或是搭火车到祝山车站，才能够看到日出。而且祝山线的车票最慢也要在你去的前一天先买好才可以，所以时间抓太刚好的话，不管是走路还是搭车，大概率是赶不上看日出的。那么终于讲完了复杂的交通路线，接着到达阿里山之后，到底要玩什么呢？对于一日游的旅客，因为有时间的压力，因此最经典的路线是到达阿里山后，从阿里山车站先搭到昭平车站，走到姐妹潭，再绕到寿正宫。这里的附近有卖吃的，可以在这里吃午餐，吃饱后去巨木步道绕绕，最后从神木车站搭回阿里山车站。这样绕一圈，如果你是早上9点或10点到，大概下午3-4点就会回到这里。这条路线很好走，基本上都是下坡，适合几乎全年龄段的旅客。那么如果是要在这里待2天或2天以上，我们就可以自由安排去看阿里山的5期8景。5期指的是日出、云海、晚霞、森林和铁道，8景指的是园区内的一些神树和古建筑，最后要再加上一个姐妹潭。那我还要着重说明一下，去阿里山最重要的事就是看日出。刚刚说适合看日出的祝山观景台，再往上走一点点，会有一个小笠原观景台，这是一个360度全景的观景台，并且在冬季来访的时候，还可以顺便赏枫叶，非常的漂亮。这是在阿里山园区内的看日出地点。如果说你想要开车就能抵达，并且还免费的话，可以开到塔塔加地区看日出，在新中横台21线143公里附近，从东埔山登山口走到东埔山观景台，就可以眺望从玉山主峰和北峰出来的日出。还有鹿林山和林子山的步道也是很适合观赏日出的地方。另外，新中横公路沿路也很适合看云海，尤其是在塔塔加游客中心的前方。总之，撇除掉复杂的交通情况，阿里山一定是台湾必去的景点之一。我们再快速复习一次，如果要搭小火车上山，最方便上山且直达阿里山的车站就是嘉义和北门车站。如果没有抢到票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改搭乘台湾好行到阿里山后，再坐园区内的火车去神木或昭平车站就可以了。没有要看日出就不用在意祝山车站，园区也有接驳车。如果你选择搭乘台湾好行上山，
嘉义的高铁和台铁都有站点可以让你乘坐，只是 7329A 和 7322D 两个路线会绕到奋起湖，没有要去的要看清楚路线，并且最好是先在全家买票划位，在去之前也要把票先领好。最后，如果是自行上山，虽然不用考虑复杂的交通问题，但是要进阿里山看日出的话，要抓好前置的时间，或者是先开车到刚刚说到的塔塔加景区的观赏点，再到阿里山园区去玩。那阿里山毕竟高达2200公尺，不管什么季节去，最好都要多带一件薄外套。阿里山要注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。它旁边有一个特富野古道，是用废弃的铁道修建而成。这步道很长，并且原始森林的气息很浓厚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里。再往旁边走就是台湾第一高峰的玉山，山高接近4000公尺。要攀登玉山前，必须先做一些入园的申请程序。但因为我没有去过，所以下面讲的都是我自己查资料总结的。若是有说错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首先进入玉山官网，点选入园申请。它提供了3种入园方式，我们以自己一人单独入园并住宿1晚的行程为例。点击入山申请后，会出现非常多注意事项。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是外国游客，在礼拜天到礼拜四的非假日有保留住宿的福利。全部勾选后，点同意就可以开始填报名资料了。那么玉山每天只开放60人，以组队的方式进入，只有1个人也可以自己成团。我们就想一个队名，填写你的登山天数和你的路线规划。通常2天1夜的第一天行程是抵达排云登山中心后，接着前往塔塔加登山口，也就是玉山登山口，最后再抵达排云山庄。第2天则是从排云山庄前往玉山主峰后，回到排云山庄下山回到排云登山中心，然后就会在入山申请自动生成计划书，点下一步，接着就填自己的个人资料，领队和留守人也要填写。那你可以填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，顺便看一下营地的预约状况。但因为玉山实在太受山友们的欢迎了，人数很常会额满，所以能不能住上就要看你自己的前运。没抽到的话，就一直重新申请到抽中为止，或者是直接改成不住宿的单攻行程也可以。最后就是确认资料无误后，按送出即可。你会立刻收到预管处的申请收件通知，但那并不代表申请通过。如果通过，会再寄入园许可和排云山庄的缴费通知给你，在期限内缴完费才算申请成功。住1晚的费用是480元。入园当天要在中午12点之前拿着下载好的许可证和身份证办理入山。如果你选的是元丰营地，当天没有在2点之前办理报到，会被强制送下山。不知道排云山庄有没有这个规定，所以最好都是早点到。如果临时决定没有要去攀登，最难也要在入园的前1天取消申请，不然你在半年内将不能再入园。那从排云登山中心到玉山登山口，如果不想用走的，这个中心和旁边的东埔山庄有提供这段路的专车接送，单趟的收费是100元。另外，排云山庄的床位、订餐和租睡袋是分开的，所以有这部分需求的要自己注意一下。总之，只攀登玉山主峰的话，不需要请向导，自己做功课就可以了。最主要的问题是排云山庄的抽签以及有没有熟悉高山症要怎么处理，最好在攀登前做一些体能训练。还有，新手最好避免在12月中旬到3月的雪季期间露营，在这期间若是积雪太严重，在没有雪攀经验和装备的情况下，会被要求补件。完成以上这些程序，你就可以享受你的玉山之旅了。当你成功登顶回家后，可以向他们申请纪念证书，费用大约是300-400元。以上大概就是去玉山要注意的情况。接着在下山的途中，以奋起湖为中心，附近也有一些不错的景点，大部分就是观景和步道，没什么特别需要讲的。有兴趣的就一样跟着评论区的地图前往就可以了。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达纳伊谷园区，听说这里除了风景秀丽之外，还是顾宇的故乡。每年差不多10月份左右，
就会固定举办宝岛顾渔节，算是州主的一个年度大节日。除了观赏富裕成功的顾渔，还有各种传统歌舞表演和美味佳肴，能够让游客体验原住民的特有文化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嘉义景点的大致分布和情况。至于住宿的问题，如果你是到嘉义市或嘉义市以西的景点游玩，最好是都能回嘉义市区去住，比较好找吃的。山区的部分就看各位想玩哪里，就找那附近的就可以了。而玉山就是看有没有抽到排元山庄或者是元丰山屋的钱。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了解嘉义有帮助，有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阿发父子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